昨天2024年的9月5号，中国体育历史上里程碑记的一个耻辱，对吧？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0-7的比分输给了日本男足啊！中国体育史上一个巨大的耻辱。这个比分呢，创造了中国男子足球队就有了这个国家足球队以后多项最差的记录，比分肯定是最差的，输的最多的。中国有了男子足球队以后，只有在2012年和巴西队的一次友谊比赛中0-8输给过巴西队。友谊比赛啊，不是正式比赛啊，因为是友谊比赛，所以那场比赛啊，当时的郑智啊、孙祥啊、于汉超等很多中国国内那个时候最好的足球运动员都是没有参加的。所以呢，输了以后，中国的体育媒体可以辩解说，中国男足用残阵对阵了主力进出的5星巴西啊，当时的世界冠军嘛，啊，5星巴西所有主力都上了，所以输8个球正常，正常。毕竟呢，这个比分也不是那么夸张，就是输给巴西队，在这种友谊比赛里，因为在正式的世界杯比赛里面都出现过沙特，也是亚洲的男足输德国，输给过0-8这种情况啊，正式比赛，所以这种比分实际上显现的就是世界男足的强队最强的一队和所谓亚洲队强队之间的差距。当然昨天那个比赛为什么有意思，因为中国男足对手不是巴西，不是德国，我估计巴西德国输成这样大家都很惊异，是同样在亚洲的日本男足，而且是起点跟中国一样，很长时间很多年被中国队瞧不起的男足。日本呢是在1993年开始实施足球联赛的，中国是1994年开始实施足球职业联赛的，职业联赛啊，所以两个国家起步时间一样。而在那之前呢，中国队的成绩基本上都是好于日本。在1998年之前，中国足球队的成绩一直都比日本好，踢日本都有优势。所以1998年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东亚杯，当时叫戴维斯杯的正赛上是2-0战胜过日本国家足球队的男足啊，日本男足。对，所以呢，这就是当年的景象啊。那这一次呢，世界杯的预选赛，日本男足国家队和中国男足国家队踢比赛，那日本男足玩中国队就跟逗小孩一样，就跟玩玩意儿一样。对，中国男足呢跟日本男足有多大区别？讲一下，日本男足是在比赛前3天才把队员召集齐的，而且由于这些队员大部分都在欧洲踢职业联赛，回国休养，所以召集以后呢，除了本土几个球员训练，几乎所有欧洲职业联赛回来的队员，主力队员都是在只做康复性训练，真正大家一起集训演练配合的就1天时间，演练集训配合1天就跟男足比赛了，中国男足。而中国男足呢，在比赛前集训了半个多月，啊，这么长时间，那逻辑上中国男足之间的配合的默契程度应该是远远高于日本男足的啊。实际景象大家也都看到了啊，日本队在场上的控球时间77%，将近80%，中国队控球时间20%，那就除了大小解围，除了踢出去就没啥是中国队控球的，就这种控球比例就基本上中国队拿不着球。所以呢，日本男足打中国队跟玩似的啊，某种程度可以算戏耍。就你们看了昨天那个比赛，没看的可以去看看那个录像，比如像进第3个球的时候，就下半场第1个球，日本队在射门之前的景象，你看那个视频，一个球员在进攻准备射门，中国队不算守门员，就围着这一个队员的日本人有多少？7个防守队员，再加守门员8个人。结果呢，人家轻松摆脱，找个角度一踢进了。你看看视频，他妈8个人，人家1个人，你说他不是拿你当玩意儿吗？那第4个进球，中国队射门前，这个日本队射门前，中国队有4个人在这人前面边上有2个人在前面，结果呢轻松摆脱啊，一脚射门进了。这个昨天那个比赛你们看完了以后啊，你们大家想想，就这种控球这种情况，你们想想还有没有人会再有脸，这得脸皮厚到什么程度说小日本？
这还有脸说这话吗？因为网上都很多人写了，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不去参赛，弃权了，放弃，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则，显现的也只是中国队0-3输给日本队。同样是输，不去比赛3个输的净胜球，去比赛7个输的净胜球。中国国足花了大钱，就像上面写的，住好的酒店，比赛前半个多月集训然后加上训练组、教练助理、队医、翻译40-50个人飞日本，人吃马喂，最终输7个，很牛逼，真是很牛逼当然了，就是不是光中国的男足输给日本，不是光男足说男足足球队不行，抱歉，男足不好。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年举办的2025年亚洲篮球的预选赛 C 组第2轮小组赛，中国男篮一样输给日本，对吧？这次奥运会你看日本男篮的表现，你看中国中国男篮一样输给日本。今年7月16号韩国杯也是亚洲男排最高级别比赛，中国男排一样1-3输给日本。就说男足、男排、男篮、男子比赛，中国都让日本一段扫荡。这就是我说的，以后中国队还有脸说人家小日本吗？就是不是输一个，全输就没有不输的。为什么说这次比赛好多记录乒乓球没输，对吧？好多记录让日本破的，人家日本赢中国队乒乓球赢过很多次了，对呀。所以呢，你说什么创造纪录，比如说射门次数最少、射正次数最少、禁区内触球次数最少等多个最差记录。就2012年中国男足0-8输给巴西那场友谊比赛里，中国队看记录，网上能查到，还能在禁区内多次触球，3次射门，其中1次射正。昨天呢，中国男足跟日本队90多分钟的比赛，中国男足在日本的禁区内，我们知道足球禁区还是很大的，又不是球门区，是禁区。中国男足在日本队的禁区内只全场比赛就1次触球，也就是你进了日本的禁区，你连球都摸不着，全场90多分钟就触了1次球。你们大家想这是种什么比赛不是光输这么简单。全场比赛中国队只有1次射门远射，而且高射炮都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射正次数为0。所以大家想想这种比赛，就是人家的控球时间，你控球时间在禁区内你触球的次数、射门射正一切东西，就是人家真是拿你就跟玩意儿似的，打90分钟不射厉害是这词儿隐晦挺好中国男足都挺厉害。所以输球以及无数创纪录的小球，你就能知道人家日本男足真是拿中国男足开涮的。所以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海量的经费培养出来的这帮中国男子职业足球运动员太牛逼了。上面写了90分钟不射，牛逼吧？太牛逼了然后连日本队的禁区都摸不着全场比赛最佳球员，人说最轻松球员日本守门员呀，因为这守门员可以搬一个椅子在球场外面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因为整场比赛和人家都没啥关系。对，你说跟人家有啥关系你禁区内只有1次触球，你说跟人家有啥关系